大家好，欢迎来到币圈女人的频道。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币圈赚钱的策略，以及各种协议代币的介绍跟研究。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呢，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记得打开小铃铛，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的通知。那这集影片呢，主要是介绍 Raydium V2 版本的更新。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在 V1 挖的一些情况。那这个是我在 V1，我们当时是用7万块去挖嘛，但是只挖了3天，然后它就更新到 V2， 所以3天的话，我们是这边挖了1704个 RDNT， 然后简单算了一下，我挖了1704个 RDNT， 然后 USDT 的成本是付出利息141块，然后这个 RDNT 因为 RDNT 目前涨得比较多，然后因为 V2 的版本的问题涨了比较多，然后所以预计的收入是$729，然后扣掉我的成本以后净的利润是588，然后这个是3天的，大概一天是可以赚200U 左右吧，不到200U。好，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情况，就我们没办法追踪7天了，因为它已经更新了。那新的版本的话就换了新的规则。好，我们快速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如果在新的 V2 版本要怎么去挖这个代币。那在这个版本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等于说完全不付出先制成本的情况下去挖了，因为它需要提供一个 DLP。那 DLP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到，我们这边主要是讲在新的 V2 版本怎么去挖。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现在因为刚开这个年化都比较高。那新的版本增加一些什么新的功能？首先就是它的存款跟借款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进行了，就在开始的界面就可以进行。然后再来它新增加一个 Loop 这个功能。Loop 就是我们原来就是5倍去借贷的这个功能，现在你可以存完了钱以后，直接在 Borrow 这边可以4倍的去接触，它这边会帮你自动的，你可以4倍，你也可以去选择你要的倍数你的杠杆倍数。那它会自动，比如说我们存1万块钱，那4倍的话，它会帮你借4万，然后同时把这个4万存回去。它就可以一键完成了。我们原来需要反复的去存借嘛，对吧？现在它增加这个新的功能。然后它这边，比如说你这借4万，它会把你这个我们当初不是借的话 ，USDT 需要去花费成本嘛，它会这边帮你直接把付的年化算出来，然后还有这个奖励 RDNT 的年化算出来，然后它会帮你算出实际你的利润的收入是多少，它这边都会帮你算这个百分比了。在这个下面会帮你算好，然后我这边也帮大家算了，我们现在这已经是更新的时候的表。如果我们存1万块钱，然后比如说借了5万，然后又把5万存回去了，那算起来的话，一个月的收入会暴增到1472，因为现在年化比较高1万块钱1472，那扣掉成本，我们现在多了一个成本。如果我们这边存1万块钱，再借5万块钱，然后把它存回去我们需要持有多少的 DLP 才能去挖到奖励呢？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讲，它有一个 5% 的 DLP， 什么意思？就是我如果存1万块，我需要500的 DLP， 那这个1万块才能挖到 RDNT， 否则是挖不到的。再来，我借了5万块然后再把这个5万块存回去。存回去这个5万块呢，也需要 5% 的 DLP， 也就是价值2500块的DLP。那我已经有实测了，这个借的5万是去挖这个 RDNT 收益的话，是不需要 DLP 的。所以呢，我们只有存款的这一边是需要提供 DLP 的，借款的部分是不用的。这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所以如果我存1万块钱，把它用到满，然后借了5万出来，那我总共需要的 DLP 是$3000。那我只有持有这$3000，然后我才能去挖这些这边看到的收入。我们只看存款，
啊，这边有一个仪表板这里啊，这边有一个存款跟借款，我们只看存款啊。比如说我刚刚讲了存1万，然后借了5万，然后再把5万存回去，存这边是6万，借是5万，对吧？净值是1万块钱。那我需要5%的 DLP 价值的 DLP 才能挖得这个电梯收入。那我6万块，等于说我要用6万块去乘以5%，这个借的5万是不算在里面的。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再回到这个表上啊，所以扣掉我们需要持有 DLP 的成本是3000块，那这样综合起来，年化收益率会高达 135%。我准备了1000块，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完成整个操作的流程。首先我们先找到 USDT， 把这1000块钱存进去。存完了之后，为了方便统计利息的支出，我们选择 USDC 去 loop。点入 USDC 的 loop 以后，在右边的 borrow， 接下来我们返回控制面板。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存入了1000块，然后他帮我自动借出了2300，然后又把这2300存回来，然后并且呢，他帮我借了 0.1 的以太，换成了 DLP， 这样就可以了。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存入的是3330，借的是2500左右。那需要的 DLP 在上面有显示是需要166块。我们将 166.28 去除以 0.05， 也就是 5%， 看是3325，也就是我们存入这边的金额，跟借款这边的金额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 loop 虽然比较方便，它会帮你借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存入1000块，但是它只借了2300，那也再加上以太176，一共借了2500，其实只有 2.5 倍，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手动去操作。具体怎么操作，就是说你把1000存进去以后，去借4000或5000出来，再存回去嘛。然后你看一下上面这里，它需要的 DLP 的数额是多少？你把剩余的钱从 USDT 这边取款取回来。你看我们现在并没有利用完，我们还可以再取375出来，把剩余的钱取出来一些，然后去 zap into DLP， 你换成以太，然后再去变成 DLP， 把它质押进去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励了。我们手动去操作有什么好处啊？第一个是可以借比较多的钱出来，第二个，你手动去兑换 DLP， 你可以去选择锁仓的期间。这边可以看到，它刚才如果是用 loop 自动帮我们去兑换 DLP 的话，它默认是锁1个月的。但如果你要长期去挖这个RDNT 呢，其实你可以锁更长的期间。为什么？因为 DLP 还可以获得协议的收益分配。那根据你锁仓时间越长会不同。比如说我们刚锁1个月是只有 12.58%， 就是我们刚锁了176块嘛，会有这个176块还会有额外的 12.58% 的奖励。那这个奖励是以这个 U 的形式，还有以太跟比特币的形式去分发的。那你也可以锁3个月、6个月或12个月，
你锁的月份越多呢，你的奖励就会越高。再来我们讲一下 DLP 啊。DLP 其实就是由 80% 的 RDNT 与 20% 的以太组成的一个流动性交易对，在 Balancer 里面。那将来Raydium 呢，到了 BNB Chain 以后呢，它会是在 PancakeSwap 上面的50:50 RDNT 跟 BNB 的交易对。顺带一提啊，现在 RDNT 的奖励呢，等币安链开了以后呢，第一个月会有 50% 的奖励会分给币安链的。这个是在第8号提案里面有提到的。之后呢，会按照整个流动性的比例去分发。比如说 Arbitrum 加币安链上一共有1亿的 RDNT 跟以太的还有 BNB 的这个流动性啊。那如果说币安链上有3000万，然后 Arbitrum 上有7000万，那 RDNT 的奖励呢，就会是 Arbitrum 上分发 70%， BNB 链上是 30%， 这样的形式。所以现在这个 RDNT 的奖励比较高，但是等币安链开了以后， Arbitrum 上的 RDNT 奖励可能会一部分分到币安链上。再来我们看比较重要的，这个 DLP 的作用在哪里？第一个作用就是这边有写，总存款价值与 DLP 价值之间的比率必须始终保持 5% 以上的，才能获得 RDNT 的奖励。他这边有举例，这个人在上面持有了$5的 DLP 和$100的 USDC 存款，那他就是符合 5% 要求的。但是当今天以太或者是 RDNT 的价格下跌，让他原本持有的$5 DLP 价值跌到$5以下的时候，那他这个$100的存款就没有办法获得 RDNT 的奖励了。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所以你要稍微多存一点点并且在这个 RDNT 价格下跌的时候你还需要去额外再买一点始终保持在 5% 的比例上，那你才可以持续的去获得 RDNT。 那这个就是我们原来讲说会创造一个 RDNT 的需求。好， RDNT 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换的$176的价值的 DLP 现在已经质押在里面了，然后它刚刚默认是存1个月嘛。那这边有看到协议的收入有贷USDC、USDT， 然后 ETH、BTC， 就跟原来一样，我们会按照年化大概 12% 的这个比率去获取这些代币这边可以看到现在又有一些下降随着存的人越多呢，这个比例会下降。1个月是 10.67， 最多到12个月是266%。那我现在存入175块，那存1个月锁定，那1年总共才可以获得$6所以这个是一个额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去分这个平台的利润那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于帮我们存款这边去赚取 RDNT 的收益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上一部影片的留言又是这位朋友那帮我布置了很多作业是吧？那他期待 RDNT 实验的结果以及未来 V2 的实操影片这个实验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对吧？因为已经更新了 V2 了不过 V2 的影片已经出来了。然后再来是希望讲解 GMX 还有 Layer Zero 以及 ZK 零知识证明、ZK Sync 交互还有 CRV 的2层生态分析等等。好，这个我会抽时间去制作影片的，对，因为我可能比较忙这样子本来计划是1周做一个影片，对，但是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提出来了留言了想要看的话，我也会尽量抽时间去做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的支持留言点赞或订阅
都是鼓励我继续做影片的一个动力。那这就是这集关于 RDNT V2 的概览，还有实际操作影片的全部内容。那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这集影片呢有给到你任何的帮助，希望你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作为鼓励。有不懂的地方啊，或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代币协议，欢迎留言给我。我们下次见。